我其实没有自己搭过飞机。青少年要长大离家的感觉。我恨我的生理时钟。短影音代操吧。他说：“我想要你现在回来。”其实在我们不知不觉中，小孩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。超级想回家的，超级。我现在头发很丑我现在头发很丑。没人介意啊。我会介意。总之就是呢，我下礼拜需要去凯恩斯工作1周，那你 OK 吗？笑而不答。哈哈哈！这次去工作主要就是拍摄，工作量蛮大的工作这样，所以才需要特别离开墨尔本拍个7天7夜。所以我今天是礼拜6，然后明天是礼拜天，然后明天我是搭晚上9点的飞机。所以我现在还在收行李。我已经有10年没有自己收行李了。自从我跟这位漂亮的小姐结婚以后，像这一次就是他们这种是比较小规模的拍摄嘛，就其实这种拍摄基本上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。所以我就需要思考得非常清楚，我的所有的档案资料，然后都不可以漏，然后我的相机有什么画面，用什么东西拍这样子。然后我这个画面要怎么呈现，然后我要怎么剪，然后我要怎么在有效的在7天之内，我可以收集完30部影片，然后并且我回来之后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整理这样，反正我这些脑袋就是在想这些事情。我感受到你的压力了。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是蛮开心的，可以有这个工作的机会，然后但是家庭部分，我一方面我就担心黄熙会不会睡觉没有找到我，他会哭这样子。会啊，他会。然后这是一方面嘛，然后也担心我的那个宝贝太太可能会那个支撑不下去，然后会很哀怨这样子。对啊，他会啊。还有一个重点，其实整趟旅行对我来说最焦虑的部分，就是我其实没有自己搭过飞机，甚至此时此刻我都不知道我的护照在哪里。刚刚那不是静止画面。可能大家静止，大家吓傻了，这个废物没有自己搭过飞机。你这个旅程最焦虑的部分，一个就是整理行李，第二个就是自己搭飞机。对，就是这个去做这个工作内容本身是我很擅长的事情，就是帮人家拍这种。但这2件事情，你基本上没有自己做过。不太擅长，真的不太擅长。我是妈宝，我是黄熙的妈宝，黄熙妈的宝。那我们就祝这位先生顺利咯。那我要去工作啦，要听妈妈的话，好不好？抱你，安静，我抱你，好，我抱你。啊你，那你晚上睡觉会不会哭？不会。那妈妈带你睡觉可以吗？刮胡子，刮。好啦。会吃到你。你在睡觉，睡7次，爸爸就回来了，好吗 ？OK， 你要照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会想你啊！加油啦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结婚到现在没有分开这么久过，真的耶。是不是？ OK， 你行的啦。好啦，拜拜咯。关门。好了好了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孤单的感觉。虽然这次就是完全是去工作的，但就是其实过去这几年也没有跟家人或者是跟2个小孩分开那么久的时间。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吧。哎呀，小老公，我没东西给你吃，抱歉。好的，那现在结束我这整趟旅行最焦虑的部分了。我刚刚就像是一个待宰羔羊一样。在那边弄行李，然后在那边过安检，非常害怕。黑娜不在，吓吓的。
这次很幸运的可以体验商务舱，谢谢老板。所以我现在就在 Virgin 的那个这叫什么？就是高级人士才可以去的地方 ，lounge 贵宾室之类的。哇，好像人生很理想的感觉。原本以为是要什么高级人士才能搭商务舱，就一个节是礼拜天，这里面跟菜市场一样，超多人，超多，食物都没有。小到台湾死到半夜，我肚子。我们结婚快8年的时间，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分开这么久的时间，然后当然也是小孩出生之后，他们第一次没有我们其中一方有这么久的时间，目前还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就觉得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。然后因为他从我们搬到澳洲之后，他也是大部分的时间的心力都是在照顾这个家庭，所以就觉得他有这个出差的机会，可以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，我就也还蛮想要支持他的这样。他现在应该蛮紧张的，毕竟是工作嘛。然后，但是同时就是他要自己一个人去冒险的感觉，毕竟平常都有我在帮他整理行李啊，然后帮他弄这些有的没的这样。但是这一次他就是自己要负责，有种青少年要长大离家的感觉。因为凯是在我们吃晚餐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发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是2个小孩他们就已经知道爸爸不在家了，弟弟可能不太知道，弟弟没什么差，对，但是阿西还是知道的。然后刚刚他就也算是蛮顺利的就去睡觉，然后他们2个现在都在睡觉。阿西把他的睡衣打开了，所以不太方便给大家看，所以算是顺利的度过第1个晚上。弟弟想要吃 Weetabix， 那你要吃 Weetabix 吗？弟弟是烟换吗？没有水了。那你换一只啊，你换一个看看啊。一边吃一边换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弄吃饭的，吃饭的时候就是专心吃饭。我会担心吃饭。你不会。好，我再给你们吧。哇，更新，我给他们看。好啊。你给他看。不要。我想妈妈，我会长大。我不知道上面有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是红鹤吗？我是红鹤。对。还有姑姑，我是长颈鹿。结果睡到6点半就起来了，即使没有小孩在旁边叫，这个时间还会起来。我恨我的生理时钟，
昨天后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原本是9点半的飞机，后来10点半才开。反正总之后来弄一弄，然后拿车什么的，然后我到住宿的地方的时候已经快2点了吗？我睡了多久？我是睡了4个小时啊，3个小时。门就是从这边进来，然后到这边就有一个客厅，这个配色还蛮有想法的。然后这个壁纸也是，对啊，而且是凤梨耶。厕所昨天晚上看的时候觉得还蛮干湿分离，一般吧。然后走进来这边就有2间房间。这个比较色彩缤纷的就留给老板住，然后昨天就是睡这边，其实是蛮舒服的。然后有个很妙的就是我们家有这个毯子，一模一样的毯子，是他给买的吗？还是哪里？因为凯恩斯这边基本上就是超级热，有点像是很潮湿的时候的台北的感觉，所以就是一定需要开冷气。大概1年前，我就有在帮一个墨本本地的一个华人旅行社，在做他们的社群的短影片。以台湾的这个专业术语来说，有点像是短影音代操吧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这个老板他是个台湾人，然后这个老板他是我们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，以前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。然后这个老板就说：“那你有在做 YouTube， 那你要来帮我拍影片啊？”这样子，但其实他也没什么概念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也说不上真的很有概念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做的，就是包含我之前在家里带弟弟，然后后来弟弟去上学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其实就是都算是可以帮我们家有多一个买菜钱这样子吧。然后这其实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工作内容这样子，因为就是除了我们平常自己在拍影片之外，还可以帮别人拍片，然后就帮别人拍片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感觉这样。反正这次就是这个旅行社，他们就跟北昆士兰的旅游局有一个合作之类的。我这次就是代表旅行社的摄影师，对，所以反正这次就是7天，然后我们会需要去到10几个景点，然后为每个景点然后为这整个行程拍一些影片这样子。新的挑战，新的阶段。那昨天为了让我搭飞机的时候不要睡太久，因为我想说睡太久的话，我可能到这个住宿地方就睡不着，所以我就在剪3万 QA 的影片，然后我在飞机上基本上就是一边睡觉一边剪。这影片有1个多小时，可能分个2集吧。现在来到凯恩斯的市区，这个城市真的是跟墨本非常非常不一样，真的是一个蛮热带的地区。有点像是一些东南亚国家，有点像我们之前去过越南的那种感觉，大家衣服都穿得少少的。辣吗？还好，这个会辣吗？一点点辣的。会辣的。这个不会，它就会让它香香的。好，你只要按一下就好。好 ，OK， 然后它就开始烤了。弟弟，你在做什么？现在是6点19分。我刚刚5点下班之后呢，就去托婴接他们2个。
然后刚刚回来之后，就赶快把要烤的东西拿进去烤箱烤，气炸锅拿去气炸，然后带他们两个去洗澡。现在呢，就觉得这个晚餐好像有点太可怜了，所以我就想要赶快再煮个紫菜蛋花汤。现在呢，他们两个在我们的客房里面，就开出门之前呢，他把我们那个床垫搬下来，就让他们两个可以在上面弹跳，然后可以自己在里面玩这样。所以现在他们两个自己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面玩，就让我可以赶快再煮一下饭这样。今天早上就阿西就有点不安，但弟弟没什么差，但就还可以。然后刚刚下午的话，目前为止也都算还蛮顺利的，就觉得他们有长大的感觉这样子。好，那就看今天晚上可不可以顺利的下班。哇！这什么香？啊？哎，自己的围兜去哪里了？哦，你给我拿去。小心哦！还好吗？好在地上。弟弟看围兜。你对弟弟真好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去买东西吃啊。你现在去了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去了啊。你今天去学校有哭哭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结果这两位紫菜蛋花汤吃最好，果然是台湾味。哇！我是海豹，我会拍手，你会吗？我不会。我是大猩猩，我会捶胸。哇！结束了第一天的拍摄，今天算是很早就收工了。因为之后几天的行程都会比较硬一点，因为人生地不熟的，有一点不想要在外面吃晚餐，所以刚刚就是去 COS 买了一些东西，那就回家煮。我想看你吃饭。好，这样子水饺。里面有什么？肉。这是什么？啊！爸爸，爸爸是爸爸。他说我想要你现在回来。好，你工作，爸爸难得可以去工作啊。我们让爸爸。好，你按那个马说晚安，你再见。平常习惯跟小孩这样子，这样吵吵闹闹的，然后突然自己生活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就是，就算就是梦寐以求可以自己出来工作的那种感觉，但其实，在我们不知不觉中，小孩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，对吧？哎，才第一天而已。啾啾，我陪你去玩。你带弟弟去玩。现在我刚送他们两个去托婴，今天早上就觉得还蛮顺利的，就我也有让他们在家里一起吃完早餐，然后他们玩一下，我收个东西，然后再一起出门。
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很早起，就弟弟6点半就会起了，所以到我们8点半要出门之间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时间算是还蛮充裕的。结束今天的第1个拍摄。今天是第3天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喉咙痛，然后到今天早上到现在都还是有持续。但是因为我这周还有几天都要自己带小孩嘛，以防万一，我就还是请假在家休息。所以现在呢，小孩他们已经送去托婴了，现在是我要吃早餐的时间。达西最近很喜欢在我旁边转来转去，然后对我叫，要跟我讨食物。现在是第3天一早，然后今天要拍摄出海。现在有事没事就想要来看一下这些花过得好不好。这一株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因为它有渐层的紫色，又有黄色点缀在中间。这一片植物长得非常快，它原本就是一小个在中间，现在已经整个变大了1.5倍吧。而且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没有花，结果种进来之后，它竟然开了很多花。这一颗3色堇也是长得很好，也是变大了1.5倍左右，而且它每一朵花的颜色比例都有点不一样，很特别。被种在最边边很小颗的，这其实是黄希他们托婴，好像是地球日的活动，他们每人拿了一个小盆栽回家。然后当时我们后院还没有整理，所以它就种在盆栽里面，感觉快死了。结果凯把它种在这个整理过的土里面之后，竟然开花了，而且它的花色还蛮漂亮的。今天在家里休息1天，就觉得还蛮舒服的，整个步调有慢下来的感觉，然后让身体跟心理都有一些调试的空间，这样子。现在拍摄来到一个叫做翡翠岛的珊瑚礁岛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。船的形成的中途停靠的一个岛这样子，然后在这个岛上吃午餐。我这次出来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虽然我的这个工作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玩的，但是其实我的生活真的是已经很跟小孩在一起这样。所以当有一些事情不是跟小孩一起做的时候，其实你会一直想到小孩这样子。我觉得有一个很妙的感觉，就是每次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，都觉得小孩实在是有够烦。这种地方这么好，要是可以自己来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可是当你来了这个地方之后，你会想说，哇，如果这个地方我小孩可以跟我一起来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你看，
当父母怎么这么难呢、我们是什么自虐狂是不是？然后我觉得凯恩斯真的是一个超级适合家庭旅游的地方。这样，这边就基本上就是你拿手机随便拍，都可以拍得很漂亮。对，画好了，你画好了。我想阿西的手。干嘛了？哎呀，大大，那你喜欢吗？可以哦。我的眼睛这样子的耶，看黑莓，黑莓跟黑莓耶。好，姐姐拿给你，姐姐拿给你。从这边拿。妈妈，它的那个流出来的。地的汁流出来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博物馆玩。今天是小孩不上学日，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带他们去个别的地方。我们家开车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科学博物馆，有点像科教馆。不可。这边。不要撞我！哎呦，哎呦喂呀，撞到了！你在表演哦？你手上的是什么？布布，弟睡着了。哇，你盖很高哎！弟来这里给你一个。哦。哇，不要走了。啊，你让弟弟放一个。
天是星期五，早上弟弟6点半就起来了，然后所以我就让他们吃了一点点东西，然后换衣服，就把他们送去托婴吃吐司，因为他们很喜欢吃托婴的 Vegemite 加吐司，但是我们家没有 Vegemite， 所以就刚好也有一个让他们可以去学校吃早餐的理由。怎么啦，达西？你吹。你不知道为什么拿到蒲公英之后定格了。好的，现在是星期天下午3点，我们刚回到家，然后我们晚上会去朋友家，因为阿西的青梅竹马今天生日，今天真的超级热的，今天有到31度，所以大家都穿短袖。重要的是，爸爸今天晚上就要回来了，耶！虽然他是晚上11点多的飞机到，所以具体来说他是明天凌晨到家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原谅他。所以我的7天妈妈日记就快要结束了。我觉得经过这7天，因为跟小孩有很密集的相处嘛，我觉得我对于自己跟对他们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因为平常凯在的时候，他就会分摊蛮多事情的，然后特别是其实很多跟小孩陪玩的部分是他在负责的，然后但是像现在他不在，所以我就同时需要兼顾陪玩跟做家事的部分。我就觉得当我跟他们有比较多互动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好像都有看到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我觉得应该算是有更亲近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就是我们互相找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，这样。因为我这次需要同时带他们2个，然后同时又要兼顾就是维持整个家里的运作嘛。因为本身我是一个算是毛比较多的人，就是我会觉得事情要照什么样子来进行，然后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，我都有一个还蛮清楚的一个界定，就在我的心里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就是当我有一个同时要照顾他们2个的压力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我会对黄熙还蛮严格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妈妈有时候对你有点凶，对吗？然后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在反思这个部分，然后就有一点小小的，也不能说忏悔，但就意识到我自己有这个部分。我就发现，当我自己同时带他们2个的时候，我会对黄熙比较严厉。但是毕竟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嘛，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很自由的灵魂这样，所以有一天晚上我陪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妈妈是不是对你有一点凶？”然后他就默默的点头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还蛮希望可以跟他和好。哎呦呀，弟弟撞到手机，对。然后在那个当下，我就觉得我还蛮希望我自己可以有一些改变跟调整，然后让我们彼此都可以有一些弹性的空间这样子。
事。妈妈这几天有比较少生气吗？有吗？是吗？那你还会觉得妈妈很凶吗？哎，是什么意思？总之呢，我的1打2生活倒数9个小时，然后目前我们应该都还算是和平相处吧，没有人受伤。终于要回家了，我真实在是太想回家了。这次中间有一个暴风混乱期，反正这次这个旅游就是，等一下走错边了。等一下我要去哪里 ？Domestic， 去都一样。像我这7天，我出海了2次，下水游泳了3次，总之就是很拼，就是了。前天就是到第5天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超级想回家的，超级，也不是想回家，就是会想家的感觉，就还蛮想念自己的小孩，蛮想念我的床，然后想念黑娜之类的。要回家了。累了2个小时的飞机，我到家可能都3点了，我疯了。昨天晚上大概3点才到家吧，然后结果这次最大的心得就是，虽然我在拍的时候，其实每天都是超爆炸，然后头脑整个运转得很快，但是每个当下我都会思考说，我现在这个疲惫的状态，有比带小孩还疲惫吗？然后答案是没有，带小孩真的还是最累的，比一个繁忙的工作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在带小孩，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没有工作让你很焦虑，或者是很找不到自己的话，或者是让你真的觉得你身心俱疲的话，你这个状态是非常正常的。带小孩真的比做工作还要辛苦，所以远方了。在家庭上面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来得很慢的，因为他们长大得很慢嘛。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这种成就感，其实也是比较持久的，就是你真的会长期的为这段关系感到满足，感到幸福，然后你也会感谢自己一直努力到现在。